4000关口，金价纹丝不动。周一收报4077.0，涨了区0.15%，几乎就是原地踏步。白银也一样，58块7出头，还微微收跌。可就是这份异常的平静，让我心里发紧，因为今晚美联储要开会了。周三的决议一出，这赌憋了整整2周的4000高墙，要么被一脚踹开，直冲4113，要么被一拳砸穿，跌破4000。你说这一锤子下去，是往上破，还是往下杀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，星期二。我们照例先回顾隔夜那一场美国交易日里黄金和白银的走势，再一起看看今天乃至这一整周到底该盯些什么。老规矩，先把话说在前头，郑重提醒，我在节目里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个人观点，是帮你梳理行情的思路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自己拿主意，自己负责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行情几乎原地不动，黄金收在4077.0，微涨0.15%，白银58块7，微跌0.33%，两边都在等消息。第二，最大的推手不是已经发生的事，而是马上要来的事。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今晚开锣，北京时间周四凌晨见分晓。第三，最该盯的就是4000这道生命线和4113这道天花板，谁先被突破，谁就替短线定了方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，用一个字形容周一，就是一个字：憋。黄金一整天都在4050到4080几这个窄窄的箱体里来回磨，最后收在4077.0，比上周五也就多了6块钱，涨幅0.15%。绿是绿了，可绿的几乎看不出来。白银更干脆，直接收跌了一点点，报58块7。这不是没人交易，恰恰相反，是所有人都把手按在鼠标上，死死盯着同一件事。2天后的美联储，黄金微涨，白银微跌，两者难得的分了个差，但幅度都小到可以忽略。金银比价还是稳稳的卡在69.4附近，没有出现上周那种一边倒的强弱切换。这里插一句昨天的回顾，我们上一期特别标了3条线，4000这道生命线，4113这道反攻确认位，还有白银的60整数关。一天下来，4000稳稳守住了，4113没能碰到，白银在60下方悄悄溜了回来。可以说，市场用一整天的横盘，替我上一期那句4000不破，别急着看空，4000一破，别急着抄底，做了最好的注脚。他谁都没选，就在那儿等美联储替他做决定。所以今天整期节目其实就围着一个问题转，这堵4000的高墙，接下来是往上破还是往下塌？带着这个问号，我们一层一层往下看。先把黄金这一天的脚印描清楚。周一开在4083，盘中最低摸到4050附近，最高也就到4085上下，全天振幅还不到40美元，最后收在4077.0。相比上周五的4070.8，微涨0.15%。买方在4051带接得很稳，卖方1到4080几就把价格摁下来，多空谁都不肯先亮底牌，这是非常典型的大事件前的观望盘。但你要是把镜头往远处拉一点，画面就没那么平和了。现在的金价是压在50日均线4209.8和200日均线4591.5的下方，而且是明显的下方。均线你可以理解成不同周期资金的平均成本线，价格站在它上面，说明近期买进来的人大多是赚钱的，底气足。一旦跌到下面，
就说明中期这批筹码整体是被套住的，价格每次反弹，头顶都有解套的抛压等着。所以别看4000守得挺稳，中期这根弦其实还是偏空的。我特别想让你记住这种窄幅横盘背后的意味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，外面看它一动不动，其实内部的张力在一点点积攒，价格箱体越憋越窄，成交越缩越少，往往不是行情要平静下去，而是在为下一次放量选择方向蓄力。历史上很多次大行情，恰恰就是从这种让人昏昏欲睡的横盘里，一根大阳线或一根大阴线突然蹦出来的。所以周一越是平淡，我反而越不敢掉以轻心。至于今晨的亚洲盘，黄金现在报在4075.5附近，比周一收盘还略低了那么一点点，属于消息前正常的缩量整理，别太当真。真正的方向得等美联储开口才知道。白银这边故事就简单多了，基本是亦步亦趋的跟着黄金在走。周一收在58.7块，微跌0.33%，全天也就在58.6块到58.8块之间蹭来蹭去。金银比价维持在69.4，没有出现上周那种白银单独发力，比价急速压缩的强势。要知道，白银是黄金的高弹性表弟，涨的时候往往涨得更凶，跌的时候也摔得更狠，因为它盘子小，还多了工业需求这一层身份。可周一它既没抢跑，也没掉队，说明连白银的多头都在凭着呼吸等消息。这种时候，白银自己讲不出独立的故事，我们就把更多精力留给今天真正的主角。那到底是什么？把金价死死摁在这个位置上，答案不是某一条已经落地的消息，而是一种等待本身。所有人都在等美联储，但在等待的背后，有一个细节其实悄悄利多了黄金，那就是美债收益率。上周五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还在 4.69%， 到了周一已经回落到 4.65%， 连着几天往下走。收益率和黄金是一对天生的跷跷板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美债是有利息的，而黄金一分利息都不给你。当美债利息越高，握着不升息的黄金，机会成本就越大，资金就越想跑去吃那份利息。反过来，利息往下走，黄金不升息这个短板就没那么刺眼了，它的吸引力就悄悄回来了。所以这几天收益率的回落，其实是在暗暗拖着金价，让4000这道线守得更有底气。与此同时，美元指数在决议前也偏于震荡整理，这里要多留一个心眼儿。黄金几乎全球都用美元计价，美元一强，对拿着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，黄金就变贵了，买起来更肉疼，需求自然被压一压。美元一软，黄金相对就便宜了，买盘更容易进场。所以美元和收益率常常是联手压制或者联手托举金价的两只手。这几天这两只手都稍稍松了一点力道，才让4000守得住。但我必须提醒你，收益率回落利多金价，这只是短线的暗流，真正的大浪还得看周三美联储的措辞。如果它偏鹰，强调更高更久的高利率，收益率随时可能重新掉头往上冲，美元也会跟着走强，刚刚那点利多就会瞬间反转。所以同样一份数据，乐观的人看到的是收益率见顶，金价筑底，谨慎的人看到的却是决议前的假象，随时会被打回原形。到底哪个对？钥匙就攥在美联储手里。再说说避险这条暗线，这里我得坦白一句，今天我这边的实时新闻员没能连上，所以我不给你编任何突发头条，也不会拿美影的消息糊弄大家。但从结构上讲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始终是黄金脚下那块托底的垫子。只要世界某个角落还有摩擦，还有变数，各国央行和大资金对黄金这类硬通货的底层需求就不会消失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重期结构偏空，金价1到4000附近，就总有买盘冒出来，迟迟不肯深跌。
再叠加这2年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，给自己的储备上一道去美元化的保险，这股结构性的买盘，就像是给金价在4100带砌了一层看不见的地板。避险加上央行购金，这层需求是个慢变量，平时不显眼，可一旦有黑天鹅飞出来，它就是金价最硬的那根靠山。好，现在把今天所有线索的总开关，美联储正式摆到台面上来讲。这一次的议息会议，从今晚开始到周3下午出结果，也就是北京时间周4凌晨见分晓。有一个关键背景你得先知道，这一次没有新的经济预测，也没有点阵图，所以市场没法从那张官员利率预期图里找方向，只能死磕主席在发布会上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措辞。这其实是个双刃剑，没有点阵图，意味着少了一个可以按图索骥的锚，市场对语气的敏感度会被放大，主席一个偏鹰或偏鸽的用词，都可能被交易员放大成好几十美元的波动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次怎么说比做什么更重要？为什么美联储对黄金这么关键？核心就4个字：实际利率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钱真正的含金量。黄金不升息，它最怕的就是实际利率高，那意味着把钱存起来吃利息，比拿着黄金要划算得多。如果美联储偏鹰，暗示高利率还要维持更久，实际利率走高，黄金就承压。反过来，只要它露出一点点要降息、要软着陆的口风，实际利率的预期一松，黄金立刻就能喘上一口气。所以周3晚上，你重点听2种信号，一种是偏鹰的，强调通胀还没彻底搞定，不急着降息，那金价大概率要向下去测试4000；另一种是偏鸽的，承认经济在降温，给9月的降息留了一扇窗，那被压了整整2周的金价就有机会往上冲一冲。市场现在的主线预期其实偏向前者，多数人压住利率短期内难松，这也正是金价为什么这么谨慎地趴着迟迟不动的原因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就困在一个非常清晰的箱体里，上方4113是那道反复被卖方摁住的天花板，它同时又是7月中旬的高点密集区，只有放量站稳它，这波才算从假动作真正升级成真反攻。再往上可以看到4150，下方呢4050是最近的第一道支撑，而真正的生命线是4000这道整数关。一旦4000被有效跌破，也就是跌下去之后还站不回来，那空头的攻击就会重启，下方就要防到3990。再看动能指标，黄金14日的相对强弱指标，也就是 RSI， 现在读数是 46.9。 给不太熟的朋友解释一句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，数值越高越超买，越低越超卖，一般70以上算过热，30以下算超冷。 46.9 正好卡在50中轴的下方一点点，属于典型的中性偏弱，它既没有超卖到跌无可跌，随时反弹，也没有超买到涨过了头，随时要回调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动能是偏空的，但空的并不极端，多空双方的弹药都还没打光。这其实也呼应了开头那个问题，现在的盘面并没有给出反转在即的强信号，4000这道关最终还得靠美联储来敲定到底往哪边破。白银的技术面几乎和黄金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上方压力就在60这道整数关，那是它上周冲过却没能站稳的位置，下方支撑看56.2块，再往下就危险了。白银的14日 RSI 是 44.6， 比黄金还要更弱一丝，同样是中性偏弱，动能不足，它也一样被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的下方，中期结构偏空。一句话总结，白银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行情，它就是黄金的一面放大镜。黄金往哪走，它大概率就往哪走。
只不过幅度会更大。所以，如果你想通过白银来压这次美联储，那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它给你的盈亏都会比黄金更刺激。60这道关能不能收复，就是白银这几天的胜负手。这里必须给你郑重提个醒，消息前的横盘，往往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安静的那一刻。美联储决议这种事件，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果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价格可能上下几十美元的剧烈甩动，多空两头扫，先假摔骗你割肉，再猛地拉起来，或者反过来先诱多，再砸下去。在这种行情里，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看错方向，而是被那一下剧烈的波动直接扫出局。所以我的建议永远是仓位放轻，心态谨慎，把这几天当成一个观察窗口，而不是重仓下注的赌局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，让子弹先飞一会儿，等方向真正明朗了再动手，也一点都不迟。好，最后落到大家最关心的，接下来到底怎么看？该盯什么？先把这一周的日历摊开来。今晚，美联储议息会议正式开始，北京时间周四凌晨，决议加上主席的发布会，这是本周绝对的核心引爆点。紧接着周四晚上，美国2季度 GDP 的初值出炉。到了周五，还有一个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，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PCE。可以说，这一周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周，一环扣着一环，节奏会非常密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短线的战场就锁定在4000到4113这个箱体里。向上的剧本是，如果周三美联储的口风偏鸽，金价放量站上4113，那就确认短线反攻，目标看向4150。向下的剧本是，如果措辞偏鹰，收益率重新走高，金价先跌破4050，进而有效跌穿4000，那就是跌势重启。下看3990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判断突破真假，别只看价格一碰线，要看它是不是放量站稳，放量突破，并且回踩不破才算数。缩量假突破往往是骗炮。在美联储真正开口之前，这两个方向都别急着压住，等它先破一边，并且站稳，再顺着做也不迟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周期拉长到几个月，黄金的底层逻辑其实和短线是分开的两回事。各国央行还在持续买金，全球去美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，美国的债务问题越滚越大，再叠加时不时冒头的地缘风险，这些慢变量都是长线上拖着金价的硬支撑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短线偏谨慎，甚至偏空，因为结构还在均线下方，眼前又要过美联储这一关。但长线我依然偏多，短空长多，这两者并不矛盾。一个说的是未来几天的波动，一个说的是未来几个月的方向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堵4000的高墙到底是往上破还是往下杀？我的判断是，在美联储开口之前，它谁也不会破。眼下这更像是主力在大事件前的洗盘和蓄势，而不是趋势真正的反转。4000一天没破，你就先别急着看空，真要等它选方向，就盯准周四凌晨那一锤。记住今天这句话，变盘前夜别猜方向，先等美联储开口。那么问题就交给你，你觉得这次美联储决议之后，金价会先突破4113，还是先跌破400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还是那句一定要说的话，再次提醒大家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小金的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尤其在美联储决议这种大事件面前，任何判断都可能被瞬间推翻。请你务必独立思考，谨慎决策，所有的盈亏都要自己承担，盈亏自负。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份贵金属早报你就不会错过。
我们明天见分晓的时候，再一起复盘美联储到底给了黄金一个什么样的答案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